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米说。这期话题要说一说美媒说的大实话，美国正处在输掉对华芯片竞争的边缘。关于美国政府为何一直要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作对，所有美国的官方文件，包括中美建交后3个月就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现在所有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几乎都把保卫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视为最高的牌坊。但是美国的智库和媒体呢，还是说了实话，维持台海现状甚至鼓励台湾独立是美国抑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中最重要的砝码。台湾不但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更关键的是，美国承受不起中国统一的战略后果。中国大陆成功统一台湾，将使美国在所有盟友中心目中的战略形象是一落千丈，今后将不再有任何国家相信美国政府的承诺和权威。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有美国媒体指出了不能让大陆统一台湾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关键地位，尤其是在中美科技战正酣的当前，半导体产业链是美国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战略产业，也是美国卡中国脖子最容易的一个产业。美国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产业链的。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发题为《半导体依赖危及美国安全》的文章，作者呢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艾利森和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文章说，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弹道导弹所需要的先进半导体中，有 92% 是由台积电生产的。英伟达、高通和苹果这些美国公司几乎将所有制造业务都外包给了台湾。文章警告说，如果让大陆统一的台湾或者爆发台海冲突，很可能会引起一场由芯片带来的国家安全危机，美国无法承受这样的后果。这篇文章呢，并没有夸大其词，这是近20几年来全球半导体行业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目前全球半导体企业分为3类，一类是所谓的 Fabless 公司，即没有工厂的半导体公司，只设计和销售芯片，生产呢全部交给代工厂。美国大部分芯片公司都属于这一类，包括 AMD、英伟达、高通、博通和苹果等市场领先企业。第二类是所谓的 Foundry 公司，也就是芯片代工厂。这类公司呢，没有自己品牌的产品，只集中精力开发先进的生产工艺，为其他的企业做代工。台积电、中芯国际或台湾联电都是这样的企业。第三类就是所谓的 IDM 公司，自己可以研发芯片，也可以制造芯片，有自己品牌的芯片产品，也为其他的公司呢代工制造。而台积电是所有芯片代工企业里面的佼佼者，目前技术实力和市场占有率都是世界第一。台积电呢，也是台湾唯一无法被大陆企业在短期内超越的公司。随着半导体工艺越来越先进的，建厂的成本是越来越高，市场上的玩家是越来越少。比如在14、16纳米工艺阶段，世界上还有6家半导体企业具备生产能力，他们是美国的格罗方德、英特尔、韩国的三星、中国大陆的中芯国际、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和联电。但是到了5纳米、3纳米时代，世界上就仅剩台积电和三星2家能够制造了。业内公认台积电的技术优于三星。美国英特尔公司能否造出3纳米的芯片呢？目前还是个未知数。由此可见，台积电有多么的重要。它是美国半导体行业获得最先进制造工艺几乎唯一的选择。美国政府打算借奏创新与竞争法案，向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投资约500亿美元。但目前呢，美国国会仍然在讨论这项法案，这个法案还在扯皮之中。同时，美国国内有大量的批评声音，说美国的半导体企业拿到了这笔钱，只会去回购他们公司的股票，而不会去投资建厂。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在今年4月的一次媒体采访中说，美国缺乏台湾那么多的半导体人才和无怨无悔的加班文化，制造成本比台湾高了1倍不止，因此他并不看好美国对先进半导体工厂的投资。而《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也声称，美国试图通过禁运来阻止中国大陆半导体行业的进步，
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国产化率正在不断的提高，就像美国政府无法阻止中国大陆主导电信基础设备、太阳能电池板或电动汽车市场那样，恐怕也无法阻止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进步。文章在结尾忧心忡忡地说，美国处在输掉这场芯片竞争的边缘。对美媒刊发这篇文章呢，我们既不能沾沾自喜，更没有理由悲观失望。我们既应该看到我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空白点还很多，还很容易被美国卡脖子，尤其是在目前制造最先进工艺的 EUV 光刻机被禁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取得国产化的突破，还需要继续长期的努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不需要太高制造工艺的半导体领域，我国的半导体企业正在迅速的替代进口产品，国产化率每年都在提高。2021年呢，中国的半导体设备整体国产化率也达到了 21%。 对于台独分子我们还要说的是，不要以为有台积电存在，美国就一定会出兵帮助以武拒统。美国正在寻找一切方案来取代台积电，而且未来几年就会看到成果。只有与大陆市场结合，才是台积电能够生存下去的基础。好，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